还是斗罗大陆的未来？为了不相干的人而牺牲，值得吗？我用完所有手段。霍雨浩，我不会让你死！霍雨浩，你不能死！霍雨浩泪流满面，手掌翻转划出心形轨迹，掌心出现一颗金色的心，那是他对冬儿的思念与爱。他闭眼沉浸其中，呼唤着冬儿的名字。随着他手掌推动，天空风云突变，曙光被光芒掩盖，高空探测混导器全部紊乱爆炸。天空中出现一颗星，与霍雨浩掌中的星相应，背后仿佛有冬儿温柔注视。霍雨浩深情告白说，只要灵魂有波动，就会永远想念冬儿。他施掌浩东掌，思念纯粹，掌中之星放大，将他和王秋儿笼罩。两颗星在空中重合，光芒璀璨。三长老和四长老都吓得飞退，不敢沾染那星形光芒。最后，星形光芒收敛，带着霍雨浩、王秋儿、南水水和南秋秋飞射消失，连雷神束缚都挡不住。三长老和四长老呆住了，这场景太诡异惊人。他们面对上百名魂导师团精英，9级魂导师、封号斗罗级别邪魂师和魂斗罗级别精神邪魂师，结果魂斗罗被干掉，魂导师团精英生死不知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霍雨浩他们跑掉。四长老觉得霍雨浩那3招要是全对他用，自己也得完蛋。三长老说，霍雨浩燃烧精神之海，死定了，他们也走吧，不知道圣女他们怎么样了。霍雨浩在星形光芒中，眼神温柔。王秋儿问他是不是只爱多儿，霍雨浩摇头说心里也有他，只是不敢承认。王秋儿震惊又脆弱，霍雨浩承认自己伤害了他和冬儿，要是早面对感情，局面可能不一样。他让王秋儿帮忙看看冬儿，要是冬儿醒了，就帮他忘了他。王秋儿哭着，泪水中有幸福。霍雨浩说，有时候觉得他和冬儿像一个人，要是只有一个就好了。王秋儿说，不该说对不起，是他闯入他们生活，但他对他的爱终于有了回报。王秋儿突然问霍雨浩有没有吻过冬儿，霍雨浩轻轻点头，王秋儿就闭上眼睛，抬头让他吻他。霍雨浩虽然虚弱，但还是轻轻吻了他的脸颊和嘴唇。可就在这一刻，王秋儿猛地抱住霍雨浩的头，把自己的唇颈紧贴在他唇上，还让额头和他贴合，那可是他们命运之眼的位置。瞬间，霍雨浩大脑就像炸开一样，各种奇怪画面在他脑海闪过。一片大森林里，有个小小的金色身影趴在地上。王秋儿开口说话，原来他和冬儿长得像，是因为他就是按照光之女神的形象出现的。霍雨浩一下子全明白了，王秋儿不是人类，他是三眼金尼，就是曾经在星斗大森林里给他留下命运之眼的存在，掌控命运的使者早就踏印了他的记忆。霍雨浩震惊的灵魂都在颤抖，他原本想把冰帝、雪帝、天梦冰蚕的力量渡给王秋儿，都停了下来。王秋儿继续说道，他是因为好奇人类世界才变成人的，用金龙血脉模拟出金龙武魂，名字王秋儿也是根据王东来的。他来到史莱克学院，看到霍雨浩和冬儿在一起，心里酸溜溜的，但他舍不得离开，就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比冬儿更好。后来王秋儿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霍雨浩，可霍雨浩因为冬儿排斥他。他看到霍雨浩为冬儿不顾生命吞吃热阳泉，自己也喷血摘香撕断长虹，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霍雨浩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傻，明明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魂兽，本该是对立的，可他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爱着他，每次被伤得很痛，却始终不忍心离开。王秋儿通过意念向霍雨浩倾诉着一切，他承认冬儿对霍雨浩的爱比他更纯粹，因为冬儿愿意毫不犹豫地为霍雨浩牺牲生命，而他在冬儿为霍雨浩而死的那一刻，竟然还曾犹豫过，想过如果冬儿死了，他就能永远和霍雨浩在一起。他的爱终究带有一丝自私，而冬儿的爱是无私且纯粹的。王秋儿说，那一刻他明白了，在霍雨浩和冬儿之间，他只是一个外人。于是他返回了星斗大森林，决心永远不再见霍雨浩，让一切随风而去。可是他学会的是人类的爱，却没学会忘记，他忘不了霍雨浩。所以当他感受到霍雨浩的危险时，他还是来了。这一次冬儿不在霍雨浩身边，他不会再说给冬儿。这些话如同惊雷一般在霍雨浩脑海里炸开，他只觉得自己大脑一片混乱，尽管精神极度虚弱，可王圈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他心上，而他自己都没发现，他那持续燃烧的精神力竟然不再流逝了。王圈泪流满面，却依旧紧紧搂着霍雨浩的头，让额头和他紧紧相贴。他通过意念告诉霍雨浩，他喜欢现在的他，不会反抗，只能默默承受。他多想永远这样和他在一起。他感谢霍雨浩，因为他终于承认了心中有他的一席之地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变得更像人类了，或许现在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，再也不会分离。金色光影在王秋身上律动，南水水和南秋秋惊恐地发现自己动弹不得。王秋身上的金光呈火焰状，天地间失去一切光彩。王秋整个人开始变得模糊，变成一团光，以他和霍雨浩额头相贴的位置为起点，他开始融化，向霍雨浩体内渗入。霍雨浩无法呐喊，因为他的唇衣就被王秋吻着。
可南水水和南秋秋却听到了他源自精神世界的疯狂呐喊。王谦的身体一边融入霍雨浩体内，却留下了虚幻的他，透明的样子，背后三眼晶莹的光影若隐若现，三只眼眸中满是满足。霍雨浩只觉得身体被炽热包围，虚弱被力量代替，整个人仿佛在升华。精神之海重新充盈，海水翻滚，灿金夺目。三道光影在精神之海中悬浮而起，化为英俊青年和2名女子。英俊青年是天梦冰蚕，2名女子分别是冰帝和雪帝。他们跪下向王谦表达尊重。献祭。王谦为了救霍雨浩，选择了献祭。他将自己的身体、灵魂以及所有的一切都融入霍雨浩体内，只为与他永不分离。他用最高傲的方式宣示着对霍雨浩的主权。精神之海升华，魂力升华，霍雨浩的一切都在飞速升华。燃烧的精神之海恢复原状，甚至更胜从前。有形无质的精神境界进化为有形有质。霍雨浩单从精神层面来看，已经彻底进入到了强者之灵。一圈光环悄然出现在霍雨浩身上，同时引出的还有另外5个光环，白色、紫色、黑色、黑色、黑色，排列在最后，也是刚刚出现的魂环，呈现的却是金色，一种奇异的金色，散发着淡淡的玫瑰色，却又有着金色的璀璨。这已经是霍雨浩身上出现的第3个超出原本魂环存在的奇特魂环了。他那莹润的白色100万年魂环，代表魂灵的雪地橙金色魂环，再加上眼前这个玫瑰金色的魂环，霍雨浩宛如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，而并非斗罗大陆的魂师。终于，所有的金色完全融入霍雨浩身体，高速移动中的光团也停了下来，徐徐落向地面。周围依旧是黑白双色，天空中雷鸣滚滚，狂风大作，山摇地动，一道道闪电不断在空中交错亮起，滚雷之声仿佛要将天地轰碎。远处天际一抹血红色闪烁，巨大的压迫力令整个斗罗大陆上的魂兽全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。星斗大森林突降100年罕见的暴雨，雷声轰鸣。奇异的是，天空无云，却血色弥漫。一众强大魂兽从森林核心飞出，皆为大陆顶尖存在。在最核心区域上空，一位黑袍男子悬浮，他便是星斗大森林主宰10大凶兽之首金眼黑龙王帝天。他凝视血色天空，右手一抓，撕开100米黑色裂缝，却未见异常。正在这时，一道碧绿色的光影掠来，停在帝天面前。这是一名绝色美女，碧绿色长发，背后有一双如宝石雕琢的翅膀，她就是碧姬。碧姬急切地问帝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帝天沉声道：瑞兽出事了，他的生命力正以惊人的速度流逝，我尝试用降临的方式将他抓回来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碧姬惊呼：瑞兽对整个星斗大森林极其重要，普通魂兽在他的作用下能加快成长，顶级兽王在他的命运掌控下冲击瓶颈更安全，还能加速成长。最近这几万年来，星斗大森林的实力大增，稳稳占据斗罗大陆第一魂兽聚居地的地位。此时帝天一说瑞兽出事，碧姬怎能不惊？其他兽王们也一个个脸色大变，有些脾气暴躁的已经忍不住发出了愤怒的咆哮。碧姬急切地说道：如果我在他身边就好了，无论如何也能救他性命。帝天，你能否用降临之法将我送过去？帝天摇了摇头：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我无法准确定位，除非是他配合。可是他根本不可能配合我们，他的生命力流逝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。如果我的感觉没错，瑞兽恐怕是在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略微停顿了一下，最后几个字无声发出，只有碧姬才听得到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碧姬再次失声惊呼，碧绿色的美眸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。帝天眼神森然：人类，人类！碧姬，这次你不要试图阻止我，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由我们主宰的，人类已经威胁到了我们整个族群的存亡。万妖王、雄君、赤王，传我令谕。与此同时，霍雨浩站在一片净土上，眼眸中满是不可思议，泪水顺着他的下颚不断滴落。虚幻的王圈站在他面前，近乎透明的俏脸上带着和煦微笑。别难过，你本来就不帅，哭起来就更难看了。其实你应该怪我自私才对的。冬儿虽然为你死过一次，但他没有我彻底啊。我这是彻底和你融为一体了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好好善待自己，善待我赋予你的能力吧。不知道为什么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却一点眷恋都没有，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并不是死了，而是获得了新生一般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虽然不是10万年魂兽，但我赋予你的却和10万年魂兽一样，会是2个魂技。同时我相信没有人比我在合适成为你的头部魂骨了。你将拥有真正的命运之眼，掌控那命运的力量。亲爱的，我要走了。我才不会像你那样在临死之前让爱自己的人忘记。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我，想念我。我走了，星斗大森林可能会有变，你早点回去看看吧。我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祭给了你，就算他们找到你也不会对你怎样的，因为如果你死了，星斗的气运也就尽了。说到这里，王圈突然停顿了下来，
凝视着霍雨浩满是泪水的眼眸，凄然一笑：“我好舍不得你，别忘了我，我爱你。”天空中洒落大地的一切血色闪电，在这一刻骤然停顿。王秋儿虚幻的身影光芒大放，强烈的金光扩张到极致，仿佛要将天地吞噬般。下一瞬，光芒收敛，一颗只有拳头大小的金色头骨静静地悬浮在霍雨浩面前。霍雨浩额头处命运之眼张开，一道金光从那命运之眼中自行射出，刚好落在金色头骨之上。金色头骨顿时变得透明起来，犹如金色水晶一般晶莹剔透。它徐徐前飘，在向前飘飞的过程中逐渐变小，最后终于飞到了霍雨浩面前，化为一道金芒，钻入命运之眼中，消失不见。霍雨浩的身体猛然一震，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开来。天空中的血色突然变成了金色，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，狠狠地劈在了霍雨浩头上。霍雨浩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立刻就失去了知觉。但是在他身边不远处的南水水和南秋秋却看得清楚，被那道金光劈过之后，霍雨浩全身都冒起了道道金色电光，他整个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变化，黑发渐渐多了一层金色，变成了奇异的暗金色。一只巨大的树眼出现在他身后，那树眼本身是金色的，但瞳孔却是黑白双色，黑白交替闪烁，犹如实质。正在这时，又是一道光芒从天而降，落在他身上。这一次的光芒是赤红色的，犹如火柱。紧接着，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紫色的光柱先后落下，与之前的红色光柱组成了彩虹的光芒。每一道光芒落在霍雨浩身上后，他自身的气质就会发生一丝变化，就连相貌似乎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。原本并不算太出众的他，竟然变得英俊起来。南秋秋站在一旁，感受最深。面前明明还是霍雨浩，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可他就是变得英俊了，变得不一样了。七彩祥瑞之光过后，霍雨浩身上多了一层奇异的光罩，这光罩就是七彩色的，将他的身体徐徐带入空中，自然的盘膝坐下。然后那只树眼化为一道道流光，开始不断的从他额头上的命运之眼处钻入。看着这一幕，南秋秋已经完全呆滞了。这家伙还是人类吗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和南水水是听不到霍雨浩与王秋儿之间交流的，可眼前这一切的变化对他来说却实在是太惊人了。南水水搂着女儿叹息一声，推测霍雨浩的意向可能源于其女伴为救他而牺牲，感慨的龙门欠下大恩，不知如何回报。与此同时，马小桃得知霍雨浩被埋伏围攻，最终燃烧精神之海逃脱，生死未卜，震惊不已。愤怒之下，他释放恐怖气息，怒斥两位封号斗罗失职，化作火凤凰，是要追查霍雨浩的下落，事件生死。海月城港口，一艘运输船上，徐三石等人清点人质人数，成功救出近600人，但霍雨浩与南秋秋未归。尽管霍雨浩早有安排，令众人按时起航，但失联仍让众人心情沉重。徐三石下令开船，人质顺利撤离。